今天我们将探讨如何打破朝九晚五的死循环，迎接更加自由和自主的生活方式。现代社会中，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传统的朝九晚五工作不再那么有吸引力和保障，尤其是自全球的经济结构改变以来，这种固定工作的弊端更加凸显。无论是海外的反工作运动，还是国人调侃的躺平口号，都表明了一个趋势：全球范围内有大批人渴望摆脱传统的工作模式，追求更加自由、体面和灵活的生活方式。在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里，适应力和灵活性变得尤为重要。固定的工作模式不仅限制了我们的自由，还可能让我们错失许多宝贵的生活机会和体验。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将分享帮助大家打破朝九晚五的束缚，创造更自由的工作和生活环境的5个关键步骤。这些步骤不仅仅是理论，而是经过实践验证的策略，可以真正改变你的生活轨迹。我们将深入探讨每一个步骤，帮助你们全面了解如何在现实生活中应用这些策略，从而实现各位梦寐以求的自由生活。大家好，这是一个与金融学博士共同成长，也同时是一个希望你生活变得越来越唯美的财商成长频道。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请大家不要吝啬手中的关注，你们的支持是我们继续提供优质内容的动力。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同踏上这段改变人生的旅程吧。通过这5个关键步骤，你将能够打破传统的束缚，迎接更加自由和充实的人生。让我们一起开启这段激动人心的旅程，迈向一个更加自由、自主和幸福的未来。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如何明确我们理想的生活。然而，每个人对理想生活的定义都各不相同。我们总是在说要把生活过成理想的样子，但理想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有时候我们会感到迷茫，没有方向。这正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到底为什么而活，也不知道在为什么而努力。问问自己，我们追求的生活是怎样的？我们渴望的自由又是什么样的？想要改变打工人受制于人的命运，首先必须明确我们内心追求的目标和理想。这些目标和理想的画面必须尽可能的清晰具体，这样行动起来才会更有力量和信念。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我们想买一辆车，就尽量让它的形象具体化，什么品牌、什么颜色、什么型号、什么价格等等。如果我们想买房子或者开公司，也必须心中有数，在哪个城市经营什么业务，面积多大，和谁一起合作等等。当我们能每天在脑海中清晰地看到这些目标，它们将成为我们每天激励自己、鼓舞自己的动力，促成接下来的努力和奋斗。除此之外，明确理想生活还需要考虑到我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例如，我们是否希望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或者我们是否希望能够经常旅行，探索世界的不同角落？我们是否希望能够从事一份我们热爱的工作，而不是仅仅为了生计而工作？这些问题的答案将帮助我们更加具体地描绘出我们的理想生活。所以，花点时间，静下心来，问问自己，我们真正想要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把它具体化，细致到每一个细节，让它成为我们前进的指南针。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追求自由和理想生活的道路上走得更加坚定和自信。记住，明确理想生活是迈向自由和幸福的第一步，而这一步的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清晰地看到和感受到自己真正渴望的生活状态。每个人都有追求自己理想生活的权利，但在我们迈出那一步之前，请先掂量一下自己现在是否已经有足够的资本和底气选择辞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既要有钱又要稳定，还要实现自由和个人情怀，这样的工作恐怕是不存在的。作为普通人，我们不得不暂时为金钱做出一些妥协和让步。也许我们早已经厌倦了手头的工作，甚至已经做好了辞职的准备，但理想需要金钱的支持和保障。为了实现我们下一步的理想目标，可能还是需要再咬牙坚持做一段时间的打工族。因为在实现自我价值和理想的道路上，我们必须要积攒出足够的本钱。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或许会感到疲惫，甚至会质疑自己所做的一切是否值得。但是，请记住，
成功的路上从来没有捷径，每一个成功人士的背后都有一段不为人知的艰辛和努力。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为自己的未来铺路。每一个早起的清晨，每一个熬夜的夜晚，都是在为我们的理想积蓄力量。此外，我们还可以寻求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或导师的支持和帮助，与他们交流分享，可以让我们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少走弯路，获得更多的经验和智慧。同时，这也能让我们感受到更多的鼓励和支持，让我们在坚持中不再孤单。所以，请耐住性子，告诉自己，现在继续上班的目的是为了未来更好的生活和更充裕的财务状况。只有这一步赢得漂亮，才有下一步去实现自我价值的基础和底气。记住，今天的坚持是为了明天的辉煌。让我们一起咬紧牙关，再坚持一段时间，为了理想的生活，为了梦想的实现，我们一定能做到。每一天的努力，都是在向理想生活靠近一步。亲爱的朋友们，当我们辛辛苦苦积攒了一定的存款后，如何护住这些来之不易的钱财，并更快的拥有自立门户的资本呢？答案就在于奉行极简消费主义。极简消费不仅能帮我们节省大量的时间和金钱，还能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有条理和轻松。想象一下，当我们在商场或网上看到一件非常喜欢的物品时，是否有立刻购买的冲动？在这种时候，请先问问自己，我们真的需要它吗？家里有没有类似的东西？有没有更便宜的替代品？这些简单的问题可以帮助我们冷静下来，避免不必要的消费。对于线上购物，我们可以采取一些策略来抑制冲动消费，比如先把心仪的商品放入购物车，然后设定一个冷静期。这段时间内转移注意力到其他事情上，往往会发现很多商品其实并不是必需品。其实，很多极简主义者并没有刻意省钱，而是在断舍离的过程中，自然而然的省下了一大笔钱。在实现财务自由之前，我们每次花钱都应该遵循一个原则：能免就免，该省则省，若非必需品，再便宜也不能浪费。我们要记住，有钱不买半年闲，每一分钱都应该花在真正需要的地方，以确保我们的财务状况更加稳健。此外，我们可以制定一个详细的预算计划，明确每个月的收入和支出，严格控制不必要的开销。通过追踪和分析我们的消费习惯，我们可以找到更多省钱的机会。我们还可以利用一些理财工具和应用，帮助我们更好的管理和规划财务。让我们一起践行极简消费主义，用理性的消费习惯护住我们的存款。通过不断的自我反省和调整，我们一定能实现财务独立，为未来的理想生活和财务自由打下坚实的基础。我们都知道，大部分朝九晚五的固定职业都是一次性买卖的工作性质。我们付出一定的时间和专业知识，然后换取每个月固定的经济报酬。然而，一旦离职或发生意外，我们就基本失去了最主要的收入来源，也失去了对生活的保障。对于那些上有老下有小的打工族来说，潇洒的辞职可能依然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因为它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在房贷、车贷、孩子学费、生活养老等各种开销和责任的压力之下，只靠固定的死工资，很难保障一家老小有品质的生活。毕竟，除去各种开销和还贷，很多人每个月结束时，存款已经所剩无几。更何况，还有些人已经把大半生时间给了公司，如果辞职，可能会失去一笔可观的退休金。因此，很多人想到通过做副业来开源创收，而非武断的辞职。不过，想要靠副业赚外快，必须得有一技之长才行，能为他人提供价值，才能换取金钱。毫不夸张地说，一项有市场需求的技能，就像一笔无形资产，即使在我们睡觉的时候，也能给我们带来源源不断的被动收入。这也是许多人最终有底气辞职选择做自由职业者的最根本原因。对于那些想要摆脱为别人打工，计划将来从事自由职业的人群来说，也别急着裸辞。为了以防万一，我们可以一边上班，一边利用业余时间做一些准备工作和正式自由职业之前的测试，用来判断我们是否真的适合做自由职业。
当我们成为一名自由职业者，首先我们应该先看到职业，其次才是自由。记住，自由职业所说的自由的背后，我们可能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或者代价才能得到。因此，想要成为一名自由职业者，我们需要先认清自己的能力和局限，并精进打磨自己的一技之长，最后才有可能收获这份职业带给我们的相对自由。在我们探索副业的过程中，有一些具体的步骤和策略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实现目标。首先，识别和评估自己的技能和兴趣。我们可能擅长写作、设计、编程、摄影，或者有其他专业技能。找出我们的强项，并考虑这些技能在市场上的需求。其次，进行市场调研，了解我们的目标市场，看看哪些领域有需求，并且这些需求是否与我们的技能匹配。然后，建立一个专业的在线形象，这都是至关重要的。利用社交媒体平台展示我们的作品和技能，扩大我们的网络和影响力。最后，要有耐心和坚持。副业的成功往往需要时间和努力，不要期望一夜之间就能获得丰厚的回报。设定合理的目标，逐步实现，并不断调整和优化我们的策略。通过这些步骤，我们不仅可以找到有价值的副业，还能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和市场竞争力，为未来的自由职业生涯打下坚实的基础。让我们一起努力，通过有价值的技能找到副业，为自己创收，逐步实现我们的财务自由和职业梦想。除了我们刚才所说的增收方式，投资也是必不可少的一步。想象一下，当我们刚开始做自由职业时，可能会面临收入骤减的问题。如果我们的存款无法支撑半年以上的日常开销，我们很可能会为了赚钱去做很多杂事和不喜欢的事。这不仅让我们无法专注于自由职业领域的工作，还会让我们无法享受自由职业的乐趣。长此以往，恶性循环会让我们难以坚持，最终可能又重新回到朝九晚五的工作状态。因此，我们一定要学会投资的思维，既要懂得投资自己，最大限度地发掘自身的潜能，也要学会管理和投资手头的资金，让资产实现收益最大化。对于新手来说，无论别人给我们介绍什么产品，一定要先自己学习、了解之后再下手。首先，投资自己是最重要的。通过学习新技能、参加培训和研讨会，以及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储备，我们可以提升自身的竞争力和市场价值。记住，知识和技能是我们最宝贵的资产，投资在这方面的回报是无法估量的。其次，要合理规划多元化投资。很多人都知道，单个投资远远不及分散投资带来的回报多。多元化投资是为了对冲风险，而不是简单的分散风险。所以在投资时需要看到众多投资产品的本质，从平台类型、产品类型、投资期限、预期收益等多方面选择和配置，而不是简单的把钱分散开来买不同的产品。举个例子，如果我们的钱都买了股票权益类基金和私募基金，看起来投资组合很丰富，但其实这些投资产品都是权益类资产，收益过分依赖于股市，风险依然很高。为了降低风险，我们可以考虑配置不同类型的更稳健的投资组合。此外，还要注意投资的流动性，确保我们的投资组合中有足够的流动性资产，以应对突发的财务需求。灵活的资产配置不仅能提高我们的抗风险能力，还能让我们在市场机会出现时迅速把握。所以，让我们用投资的理念对待自己和收入，通过合理的投资规划，为我们的自由职业生涯提供坚实的经济保障，实现财务自由和职业梦想。尊敬的朋友们，想象一下，我们小时候，父母总是问我们喜欢什么兴趣班，到了中学，老师和家长会问我们喜欢文科还是理科，上大学后，参加社团时会被问及我们有什么特长。在我们的一生中，不知被问过多少次我们擅长什么，我们喜欢什么。然而，讽刺的是，很多人最终并没有弄明白自己究竟热爱什么。但请停下来想一想，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由？答案是
做我们真正热爱的事情。选择一份自由职业，就是在做自己。想象一下，把我们真正热爱的东西变成工作的一部分，每天醒来都充满激情与动力。只有热爱，才能让我们感到真正的自由与满足。正如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自由职业不仅仅是一个职业选择，更是一种生活方式。它让我们有机会去追求内心深处的热爱和梦想，把我们喜欢的事情发展成为事业。无论是艺术、写作、设计还是编程，当我们把热爱融入到工作中时，那种成就感和满足感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而且，科学研究也表明，做我们热爱的事情能够显著提升我们的心理健康和工作效率。工作的每一天都不再是单调的任务，而是充满了探索和创造的过程。我们会发现，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流逝，工作带来的压力也会减轻，因为我们在做自己真正热爱的事情。此外，热爱还能够激发我们的创新潜力。当我们对某件事情充满热情时，我们会更愿意投入时间和精力，不断学习和提升自己。这样的持续投入不仅能让我们在职业生涯中脱颖而出，还能让我们在行业中成为不可或缺的专家和领袖。所以，朋友们，请认真思考，找到我们真正热爱的东西，把它变成我们生活和职业的一部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感受到自由的美好，才能在工作中找到无尽的乐趣和满足。让我们一起追寻内心的热爱，走向自由的未来。那么，我们本期的财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这期的节目也一如既往，让你对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多了一些新的角度和思路。不要忘记给我们点赞和订阅哦，您的支持是我们做下去的最大动力。这里是金融致富，我们很快又会再见了。